2023年2月21日，20世纪影业发布了一则电影预告片。该影片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51年前的一起连环谋杀案。从1962年的6月14日到1964年的1月4日的1年07个月中，共有13名女性被害。而在这段时间中，被侵害的女性更是多达300人。该案在当时可谓人尽皆知，并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。很多独居女性甚至搬出了案发地区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波士顿连环谋杀案。事件发生在美国东北地区马赛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，这里是全美最古老、文化底蕴最深的城市之一。波士顿也被誉为美国雅典。在波士顿大都会区坐落着超过100所大学，大约25万名大学生在此接受教育。其中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、塔夫兹大学、波士顿学院、布兰迪斯大学被称为波士顿5大名校，因此波士顿极具人文气息。1962年6月14日晚7点，一名男子向警方报案，他的母亲安娜在自己的公寓被害。安娜·塞莱瑟是一名裁缝，当时55岁，她独自居住在波士顿芬威耿斯伯罗街77号3楼的公寓。安娜的儿子朱利斯本来与母亲约好当天一起外出，可朱利斯敲了半天门，屋里也没有动静。出于担心，朱利斯强行打开了门。进屋后才发现母亲安娜正仰躺在浴室的地板上，她身上的浴袍被扯开，脖子上缠着腰带，还系了一个蝴蝶结。公寓被翻得很乱，看着像是被洗劫了，但警方觉得这是凶手努力让现场看起来像是一起抢劫案，因为屋内的很多珠宝和一只金手表没有被拿走。另外，受害者生前遭到不明物体的侵害，虽然没有留下任何体液，但似乎性犯罪才是这场凶案的主要动机。14天后的1962年6月28日，85岁的玛丽·马伦在自己家中被谋杀。虽然玛丽的死亡原因为心脏病发作，但现场有明显的打斗痕迹，警方相信该案件与2周前的谋杀案有关。仅仅2天后，68岁的妮娜·尼克尔斯的尸体在波士顿的布莱顿地区被发现。妮娜的家中也被弄乱，但有一套颇有价值的银器却没有被带走。妮娜被发现时处于半裸状态，她的双腿张开，脖子上被自己的丝袜缠了几圈，还打了一个蝴蝶结。同一天，在波士顿以北几英里的林恩郊区发生了另一起凶案。受害者海伦·布莱克是一位65岁的离婚者。这一次凶手更为残忍，海伦的下体有明显的撕裂伤，脖子上系着内衣，尽管内衣带子柔韧性不强，但凶手还是勉强打了一个蝴蝶结。现场看起来也像是入室盗窃。在短短10几天内，波士顿地区连续发生4起凶案，受害者均为女性，平均年龄为68岁。人们相信这是同一个连环杀手所为。由于情况极为严重，波士顿警方如临大敌，媒体大肆渲染，将凶手称为波士顿丝袜杀手或波士顿扼杀者。警察局长埃德蒙取消了所有警员的假期，并通过媒体向波士顿的女性发出了警告。他们建议女性锁上门，对陌生人保持警惕。警方的侧写分析认为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精神病患者，他对年长女性的仇恨可能与他的母亲有关。一时间，全城的女性涌入商店寻找一样东西——锁，包括锁舌和脚链都被抢购一空。恐惧在整个波士顿蔓延，因为这座城市担心凶案再次发生。但事情似乎和想象的有所不同，在那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凶案，舆论的风波也逐渐平息。但在50天后的8月19日，新的凶案再次发生。受害者是75岁的离婚者艾达，他的尸体在波士顿西区的格罗夫街7号的公寓里被发现。被发现时，艾达身穿棕色睡裙，仰躺在地面上。她的睡裙被撕开，双腿分开，臀部放着一个垫子，但体内没有发现体液，她也是被勒死的。不到24小时后，另一名受害者简·沙利文的尸体在多切斯特哥伦比亚路435号被发现，这里与前一名受害者的公寓不到7公里，而且还位于繁华的哥伦比亚路。
但凶手还是在无人目击的情况下进入公寓作案。这名67岁的护士是1周前被谋杀，被发现时她的尸体躺在浴室，她是被自己的尼龙裤勒死的。此时受害者人数已经达到6人，受害者均为女性，平均年龄69岁，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都是和平进入房间。除了第2起因为受害者心脏病突发而被迫中断的作案外，其余的5起凶手都对被害人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侵害，受害者都是被自己的丝袜或玉带袍子等类似的带状物扼颈身亡。凶手的作案目标和作案手法极为相似，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，凶手没有继续作案，直到3个半月后的12月5日，又有新的案件发生，但不知为何，凶手的作案目标突然发生了转变。这一次的受害者苏菲只有20岁，她是第1名年轻的受害者，第1名黑人受害者，同时也是第1名遭到实质性侵害的受害者。而且苏菲并不独居，她有2个室友，凶手是趁她独自在家的时候进入公寓行凶的。苏菲·克拉克是1名学生，她非常注重自己的安全，很少约会。她所居住的公寓距离第1位受害者安娜的公寓仅有几个街区。她遭到了侵犯，并被自己的丝袜勒死，这也是该系列案中第1次发现凶手的体液。奇怪的是，尽管苏菲有所防范，她还是让凶手和平进入了公寓。虽然苏菲与其他受害者的特征不符，但警方相信这是同一个杀手所为。而且这一次他们掌握了凶手新的线索。一位女邻居告诉警方，曾有1名男子敲了她的房门，坚称他是被派来粉刷公寓墙壁的，但在她告诉那人她的丈夫就睡在隔壁房间后，该男子便离开了。仅仅3周后，又有1名年轻女子遭遇不测。23岁的女秘书帕特里夏与苏菲一样年轻，一样遭到了侵害，而她是个白人。但凶手是和平进入房间，且用丝袜作为凶器，这2点上与之前的作案手法惊人的相似。帕特里夏的公寓和苏菲的公寓距离很近，被发现时她已怀有身孕。帕特里夏是因为没有上班才被她的老板发现。没过多久，凶案又接连发生。1963年3月，68岁的玛丽布朗在自家公寓被害。5月8日，23岁的歌者贝弗里被害。贝弗里被发现时，双手被一条围巾反绑在背后，一条尼龙丝袜和2条手帕系在他的脖子上，他的嘴里被塞进了毛巾。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贝弗里的身上有22处利器刺伤，其中4处在脖子上，可能是由于他常年练习唱歌，喉部肌肉健壮，凶手不得不用其他方法杀害他。警方竭尽所能找到与这些受害者有关联的所有人进行排查。另外，波士顿警方档案中的每一位犯罪者都接受了采访和调查，但仍然一无所获。警方甚至求助于彼得·赫克斯，他是当时公认的具有 ESP 的通灵者。彼得曾在17个国家成功破获27起命案。他声称凶手只有1人，并且是从波士顿州立医院潜逃的精神病患者。这一观点引起了争议。1963年9月8日，居住在塞勒姆拉菲特街224号的58岁离婚者伊芙琳成为新的受害者。伊芙琳在被发现时半裸着躺在自家的床上，她的内衣被塞进了嘴里，她也遭到了侵犯，并在现场发现了凶手的体液。11月25日，23岁的工业设计师乔安·格拉夫在他位于波士顿劳伦斯区的公寓内遭到侵害和谋杀。1964年1月4日，19岁的玛丽·沙利文在自己家的床上被谋杀。她背靠在床头板上，脖子被一条深色长袜勒住。她曾被扫帚柄侵犯，地上洒落着衣物和毯子，一张新年贺卡夹在她的2腿之间。这种行为充满了挑衅。与之前的凶案现场一样，公寓被洗劫，但几乎没有贵重物品被拿走。至此，波士顿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又增加7人，期间还曾有其他案件一度被怀疑属于该系列案件之中，但最终被排除了。加上之前的6名受害者，截止到1964年1月4日，官方认定的受害者人数为13人。
此案让整个城市惊慌失措，负面影响极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时任马赛诸塞州总检察长的爱德华·布鲁克在波士顿成立了特别调查组，他是该州级别最高的执法人员。调查组还聘请了助理检察长约翰·巴顿利参与调查。约翰向来以标新立异、行动果决而著称。调查组筛选了来自不同警局的数以千计的材料分析案情，他们认为凶手大约30岁左右，行事井然有序，可能是一个离婚者或独居者。可就在警方觉得要与这个连环杀手长期作战的时候，凶手却就此停了下来，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再也没有发生过凶案。如果凶手就此消失，他很可能如黄金12宫事件那样成为著名的悬案。但事情的发展再次发生转变，凶手落网了。但这次凶手的落网却不是因为警方的调查，而是偶然的发现。1964年10月27日，一名女子向警方报案称，有一名冒充侦探的男子进入了她的家，并对她进行了侵犯。男子在实施犯罪后连连道歉，还帮她松了绑，因此女子清晰地看到了男子的长相。警方根据他的描述，很快确认了这名男子的身份，他叫阿尔伯特·德萨尔沃，并且警方发现在几年前曾经发生一起连续侵犯事件。一个花言巧语的男人挨家挨户地寻找年轻的女性，如果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开门，他会介绍自己是一家模特经纪公司的星探，正在寻找新模特。如果他感兴趣，他会告诉他需要测量他身体的尺寸。许多年轻女性对此很有兴趣，然后他会在测量尺寸的时候抚摸她们。这名男子被称为测量人。1960年3月，警方逮捕了一名入室盗窃的男子，他承认了罪行，还承认了自己就是测量人，而这个人正是阿尔伯特·德萨尔沃。当阿尔伯特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之后，有许多女性认出阿尔伯特曾侵犯过他们。由于阿尔伯特在作案时总是身着绿色衣服，这一次他被称为绿人。很快，阿尔伯特被警方逮捕。阿尔伯特·德萨尔沃1931年9月3日出生于马赛诸塞州波士顿北部，他的父亲嗜酒如命，给童年的阿尔伯特留下了阴影。少年时期的阿尔伯特麻烦缠身，并因为多项犯罪行为于1943年12月像他哥哥一样被送往韦斯特伯勒的莱曼学校。17岁，他参军服役，他曾是模范骑兵，多次成为检阅中的头等兵，并被指定为上校勤务兵。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力，他可以背诵陆军规章和侦察营的所有特殊命令。他是一名陆军拳击冠军，左勾拳速度很快。25岁的阿尔伯特从军中退役后，娶了他在巴特基辛根约会的德国女孩，并把她带回了美国。两人在婚后育有2个孩子。阿尔伯特向警方承认，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，他在马赛诸塞州、康涅狄格州、罗德岛州等地先后闯入400多户女性独居的公寓，并将她们绑起来进行侵犯。受到侵犯的女性总数超过300人。但是波士顿扼杀者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，而阿尔伯特虽然恶贯满盈，但却是个会给受害者松绑的人。另外，许多受害者也说，绿人虽然威胁他们，但在犯罪过程中还算温和，事后甚至会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道歉。似乎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另一方面，警方在针对波士顿扼杀者的调查过程中，前后调查了36000多个有犯罪前科的人，并列举过300多个嫌疑人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凶手。阿尔伯特最终因盗窃和侵犯罪而被捕，但并未涉嫌参与谋杀。他被送往布里奇沃特州立医院，接受精神病学观察。在那里，他结识了高智商杀人嫌疑犯乔治·纳萨尔。乔治被指控杀害了一名加油站员工，正在等待审理。两人显然达成了一项协议。据推测，协议的内容是由阿尔伯特承认是波士顿扼杀者，再由乔治和他的律师里贝里撰写传记，以此赚取稿费。当时阿尔伯特已经接受了他将在监狱度过余生的事实，并希望他的家人在经济上有保障，所以接受了这个提议。
不久后，阿尔伯特向乔治的律师里贝里承认，他就是波士顿扼杀者。这个里贝里可谓大有来头，他经手的大案无数。举2个例子：1954年的山姆·谢泼德案，里贝里在美国最高法院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，成功为谢泼德赢得重审，并最终获得无罪判决。另一件是1994年的辛普森案，里贝里在预审之前加入了辛普森的律师团队。他对福尔曼的著名盘问被认为是辛普森被无罪释放的关键。里贝里对谈话内容录了音，当他听到阿尔伯特以难以置信的细节描述了多起凶杀案，甚至包括受害者公寓中的家具和受害者的穿着时，大为震惊。在数小时的交谈中，阿尔伯特描述了一场又一场的谋杀，其中还描述了一件之前从未提及的事件。阿尔伯特称曾对一名丹麦女孩格鲁恩侵犯未遂，原因是当他在实施犯罪时，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正在做可怕的事。当时他停止了犯罪，并放了格鲁恩。听完阿尔伯特的话，里贝里相信阿尔伯特就是扼杀者。他在他的著作《辩方从不休息》中解释了阿尔伯特是如何避免被发现的。阿尔伯特是杰尔基博士，而警方正在寻找海德先生。他这里所说的杰尔基博士是19世纪英国作家罗伯特·史蒂文森所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化身博士》中的人物。杰尔基博士受困于自己性格的两面性，一方面向往着自律，而另一方面渴望着放纵。最终，邪恶的自己占据了身体的主导权，成了名为爱德华·海德的恶棍。谈话结束后，里贝里将谈话录音交给了警方。警方在听完阿尔伯特的自白后，也认为他们找到了凶手。不过，尽管阿尔伯特供认不讳，但还是没有证物或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罪魁祸首。因此，警方找到了阿尔伯特所说的扼杀者的唯一幸存者格鲁恩，并将他带到监狱指认。为了观察他的反应，警方分别带着2名男子穿过监狱大厅，一名是阿尔伯特，另一名是乔治。格鲁恩明确地说不是第一个人。然而，当他看到第2个男人乔治时，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恐惧。他觉得那个男人令人不安，有一种可怕的熟悉感。另外，阿尔伯特在谈话中提到玛丽莎利文一案中曾经用胶布封口，这与事实不符。录音带里的内容还有一些细节让人难以分辨。不过，既然阿尔伯特知道如此多的细节，说明他要么是真的凶手，要么是见过凶手。由于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阿尔伯特犯有谋杀案，1967年1月，里贝里成为阿尔伯特的辩护律师。他以被告是双重人格为由，为阿尔伯特争取减刑，但法官没有支持。最终，阿尔伯特因300多项侵犯罪被判终身监禁。不过，他从未因谋杀案受审。然而，这一结果给世人留下了很大的谜团。阿尔伯特到底是不是波士顿扼杀者？还是说他仅仅是为了稿费而故意认下了杀人罪行？仅仅1个月后，阿尔伯特在从布里奇沃特精神病医院转往马赛诸塞州惩戒所的途中，与另外2名精神病患者一起逃跑，并引起了全面追捕。他在他的座位上还留下了便条。和他一起逃跑的另外2人很快被抓获，而阿尔伯特则在3天后主动打电话给他的律师。随后，警方在马赛诸塞州的林恩再次将他逮捕。之后，阿尔伯特被关押在马赛诸塞州沃伯尔州立监狱，这是辖区内最高警备的监狱。在那里，阿尔伯特撤回了对波士顿扼杀者的供词。1973年11月，阿尔伯特提出要与律师见面，关于波士顿扼杀者，他有重要的话想说。然而，就在他和律师会面的前一天晚上，阿尔伯特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被谋杀。奇怪的是，阿尔伯特是被单独关押的，他没有室友。但在那一晚，凶手连续打开了7扇门，将他杀害，而2名守卫也不约而同地在凶手作案时走开，似乎是给凶手进入的机会和充足的时间。2名嫌犯均为监狱的囚犯，但在2次起诉中都被陪审团做出了无罪判决。其中1人不久后获释，
另一人因初定罪行仍在监狱服刑。至于凶手到底是谁，始终未被确认。这起谋杀案最终归结于阿尔伯特在狱中参与了非法交易。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，此案仍然受到了持续关注。人们想知道阿尔伯特究竟是不是凶手，为何他的作案目标和作案手法会突然转变，凶手到底有几个人，杀害阿尔伯特的凶手是谁，动机又是什么？而这些疑问在之后的40年中始终没有找到答案。2013年7月11日，波士顿警局突然宣布，他们找到了将阿尔伯特与波士顿扼杀者联系起来的 DNA 证据。玛丽莎利文被杀现场的毯子上的体液与阿尔伯特侄子身上提取的 Y 染色体几乎完全匹配。Y 染色体在直系男性血系中几乎没有变化，可用于被测男性与共同的父系祖先相关联的证明。有了这一结果，法院下令挖掘阿尔伯特的尸体，并从尸体的股骨和部分牙齿中提取了 DNA。2013年7月19日，波士顿警局局长爱德华宣布了 DNA 测试结果，结果是完全匹配。这是证明阿尔伯特就是杀害玛丽莎利文的凶手的有力证据。虽然玛丽莎利文的凶杀案终于可以结案，但波士顿扼杀者之谜依然没有完全破解。